器人会杀生吗？这男人说机器人杀了他的狗，要保险公司赔偿。保险调查员什么也没说，拿起一把刀对准自己左手。I'm thrilled to inform you that your unit is in perfect condition. It's the only one in this kitchen who couldn't harm a living being, even if you forced him to. 仅用这一招，保险调查员就拆穿了这家人的骗保伎俩。在未来，机器人成了不可或缺的家用电器，它们在服侍人类的同时，也受到2大原则的限制：第一，不能伤害任何生命或放任其自我伤害；第二，不能改装自己或其他机器人。这就是男主笃定机器人会接住刀的原因。他们真的会怕受伤吗？会怒吗？会思考吗？男主从来都不信。而就在一条废弃的隧道，一名巡逻的警察发现了一台公用机器人，他本该在工地上，不该出现在这儿。更奇怪的是，警察发现他竟然在给自己做维修，这违反了机器人第2原则。他当即掏出枪，谁知机器人做出求饶的举动。他不知道，正是这一举动坚定了警察杀他的决心，因为一个机器人不应该怕死。很快，男主就被机器公司委派来调查此事。他找到合作多年的机械师，机械师检查了这台机器人的残骸，发现了原本不属于他的25个零件。他告诉男主，他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，就好像机器人在自行改装升级。但男主更愿意相信是有人非法改装了这个机器人。根据零件编号，他很容易就追踪到这批零件来自一个焊接机器人。当他找到他时，他们远远地对视了一眼。男主从没见过机器人有这种眼神。他偷偷跟着他，最终来到一节集装箱，那里果然摆满了零件。当机器人意识到男主发现了他的秘密基地，他紧紧护着手上的盒子。男主逼问他拿着什么，他却推倒了汽油。他似乎预料到这天的到来，所以早早备下汽油。然后机器人点燃了自己，他到死也不肯说出盒子的秘密。当男主把这具烧焦的尸体带回去，没人相信他所说的机器人自杀行为。人们打开那个盒子，终于发现了机器人的秘密，原来里面藏着一颗核能电池。人们通常用这种电池来驱动卫星，那么一个机器人拿它来干嘛？他们为机器人通上电，让它得以复活。男主上前盘问他为什么要私藏核能电池，机器人没有回答。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几乎让所有人惊掉下巴，机器人再次自杀了。营养液从他眼里流出，就像那道悲剧的泪水。这一连串非同寻常的怪事，让男主长久以来秉持的信念出现动摇。他觉得这些机器人不只是金属和程序，他们好像活过来了。男主开始相信之前那名警察的话，他找到他，提出合作。两人决定到机器人黑市寻找线索。路上随处可见残疾机器人。Get out of the road! Your wish is my command, sir. 机器人虽然服侍着人类，但也承受着人类的恶意。比如有的机器人会被主人亲手卸下大腿胳膊，当着他的面卖给零件回收商，在这里还滋生出一条灰色地下产业链。这晚，男主和警察就在一名中间人的带领下，见到一位从事特殊行业的女机器人，她叫克莱奥。和其他设计简陋的机器人相比，她有着一副姣好的面容。当男主靠近克莱奥，他还会主动伸手摸她的脸。Do not be afraid. I can distinguish perfectly between pleasure and pain. 但男主却拿开她的手，问她 And you cause pain? Only if it's your wish. 这不是男主想要的答案。他问中间人：“你们是怎么篡改机器人法则，让他学会伤害人类的？”中间人为了垄断行业利润，自然不肯说。警察和他争执起来，到最后他失去耐性，直接一枪崩了克莱奥。男主怪警察太冲动，警察却说他自有打算。当中间人把克莱奥送去检修，他们一路跟踪过去，见到了那名维修机器人的工程师。男主向工程师表明来意，说自己正在追查机器人非法改装行为。说着，他拿出第一个被警察枪毙的机器人芯片，请工程师帮忙恢复数据。工程师没有拒绝，他也想见识一下男主口中那个会自我维修的机器人。结果第二天半夜，男主就收到工程师的紧急传真：你的机器人从树上下来了。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连夜跑去找工程师。他先给他讲了一通理论，从第一只猴子决定从树上下来，进化到我们现在的认知水平，总共花了700万年。而机器人从简单的执行程序指令，进化到拥有自我意识，只花了不到1个小时。1个小时前，工程师把修复好的芯片装到克莱奥身上，现在他正在给自己安装一条新腿。不但如此，他还学会了偷东西，已经偷了一整袋零件。难以想象这样的进化速度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毁灭性结果。就在这时，有人按了门铃，工程师去开门，谁知对方上来就是一枪。男主完全不明白状况，撒腿就跑。想来他们可能是触犯了某些机器人非法改装组织的利益。男主逃出来，看到不远处有一辆车，他也不管对方是谁就过去。等他上车才发现司机竟然是克莱奥，他疯狂飙车摆脱追杀，根本没考虑男主是血肉之躯。到最后，他们的车翻了。当男主从昏迷中醒来，他发现面前是一个机器人。当他两眼一花，从座椅上摔下来，才意识到不对，是4个机器人，他们就这么看着他，不知道要干嘛。男主起身一看，发现自己处在一片荒芜之地，方圆100里之内不见一点人烟。他命令机器人带他回家，他们不听。他问他们要带自己去哪，他们不说。机器人这是要造反吗？男主气不过，自己一瘸一拐往回走，结果没走多远，他就被毒辣的太阳晒晕了。当男主再次醒来，已经是晚上了。克莱奥自制了一个滤水器，利用冷凝原理为他存了一点水。他告诉男主大可放心，根据机器人第1原则，他不会伤害人类的。
第二天，五人继续上路。克莱奥为男主准备了一罐虫子作为午餐。机器人没有恶心的概念，只知道虫子能提供人类必需的蛋白质。男主说他要就着水吞下。趁克莱奥走开取水的空档，他偷偷藏起他包里的信号枪，还给警察发了自己的坐标。警察收到信息后，马上带人开车赶来。男主以为自己得救了，谁知对方上来就是一拳。原来警察以为男主背叛了人类，为机器人提供零件，帮助他们实现升级。他把枪对准男主，机器人立即发出警告 Please, sir, we cannot allow you to do that. 第二个机器人过来警告，警察毫不留情又开了一枪。这时克莱奥站出来了，机器人不会害怕，只知道保护人类。男主再也不能放任警察的杀戮，他用信号枪打了他，在声声惨叫中，警察很快没了呼吸。他的同事被吓得赶紧开车跑路。男主知道同事回去后，人类叛徒这个罪名就彻底扣在他头上了。他求机器人放自己回去解释，他们没有理会他，只是在拆解死去同伴的零件，就像分尸尸体的秃鹫。男主终于绝望了。对着空气咆哮了一阵子，然后他饿了，只能去翻警察的口袋。这其实和机器人刚才的行为无异。幸运的是，男主找到了一块巧克力。在荒漠，巧克力是绝顶的美味。你看这人才吃了一小块巧克力，好吃的那叫一个痛哭流涕。他很惨，因为他被困荒漠已经10几天了，每天只能吃虫子，吃到他绝望。水是靠自制滤水器利用冷力原理存下来的，可每天存下来的那么一点，仅仅够他维生。他本来还能活下来的，但偏偏之前几个机器人拉着他深入核辐射区。现在男主最后一次求他们带自己回城，他知道自己活不长了，他老婆快生孩子，他必须回去看她了。克莱奥安抚他，明天就能到终点了，那里有车可以让他开回去。第二天，男主果然见到一处建筑，在望远镜里，他还看到传说中的机械师。据克莱奥称，那就是帮助他们机器人实现升级进化的人。男主走到机械师跟前，掀开了他的罩袍。男主不愿相信机械师就是他，一个所谓没有意识的机器人。他还要去仓库里找人，可他找到的只有一堆摆放整齐的零件。男主终于明白了，原来那些机器人私藏的零件最后都缴纳到这里。机器人早已觉醒，而人类还一直蒙在鼓里。到这时，男主不得不承认，人类这个种族彻底输了，输得毫无悬念。他出去冷静一下。在他走后，3个机器人飞快有序地组装起零件。突然，他们停下来，要驱动零件还差一个核能电池。克莱奥知道男主有，于是机械师出来找他。两人站在悬崖边，男主说自己就快死了。机械师接话。Dying is a part of the human natural cycle. Your life is just a span in time. 男主又问：“你是第一个拥有意识的机器人吧？是谁启发了你 No one did it. It just happened. The way it happened to you. Look at me. It was born from the hands of a human. It was imagined by human minds. Your time will now live in us, and it will be the time through which you will exist.”接下来，机械师给男主讲了他的计划。大峡谷的另一端是强辐射区，数百万年内都不适宜人类生存。他决定在那里发展自己的种族，但现在他需要男主的核能电池来迎接他们种族的第一条新生命。男主将核能交给了机械师。机器人们飞快地组装零件，打造他们种族的第一名新成员。最后一步，首领掏出一枚核能电池，像举行某种神圣仪式般赋予了这堆金属生命。是男主送了他们这枚核能电池，作为报答，他们为他修了一辆车，好让他回去和老婆见最后一面。临走前，男主来和克莱奥告别。他见到那个新成员，一只机械蜘蛛，他还会害羞地往克莱奥身后躲。男主告诉克莱奥，他的眼睛很像你，言外之意，克莱奥就是他的母亲。男主踏上回家的路，谁知半路上他竟遇到自己的上司，上司已经奄奄一息。他告诉男主，他老婆以及他们刚出生的孩子被机器公司的人抓到这里来了。原来机器公司的高层担心机器人意识觉醒的事一旦公之于世，他们就会成为全人类的罪人。于是他们想杀了男主一家和机器人一家。得知妻儿有危险，男主立即折返。这时克莱奥正在把同伴送到峡谷另一端，机器公司的人来了，朝他同伴开枪，同伴就这么从缆车上一跃而下自杀了。现在只剩下克莱奥和首领。机器公司的人把枪对准首领，嘲笑他不过是一台机器。机器人说 Just a machine? That's like saying that you're just a name. 对方恼羞成怒，朝首领的腿开了一枪，让他跪倒在自己面前，但首领仍不屈服。 Just violent aim. 克莱奥眼睁睁看着首领牺牲，看着人类取走了他的芯片，他知道下一个就是他了。果不其然，这人朝他开了一枪。就在这时，男主回来了，他一脚油门下去，撞向机器公司这帮人，但其中2人命大没死。男主朝一人补了枪，结果自己也中了一枪。他躲到悬崖边，毫无反抗之力。那人走过来问他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同胞。男主回答：你不配做人，也不配当我的同胞。
敌人被激怒了，就要朝男主开枪。就在这时，机械蜘蛛出现了，他扑向敌人，把他推下去。那人死死抓住钢筋，在机械蜘蛛的注视下，逐渐体力不支，最后活活摔死。危机终于解除了，男主一家幸福团聚。克莱奥过来摸了摸这个小生命，完成了2个种族最后一次友好交流。几百万年前，当第一个智人抬头仰望星空时，人类文明插上了翅膀。现在，当克莱奥摘下自己的面罩，机器人文明由此发祥。他带着自己的孩子前往荒芜之地，开辟他们种族的未来。他们会花多少时间完成进化？到时他们和人类又会怎样相处？男主不知道，但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，因为他穷尽一生寻找的生命意义，最终在机器人身上找到了，那就是传承。克莱奥传承了机器首领的遗愿，前往大峡谷对岸，成为文明开荒者。而男主即将逝去的生命，也将在孩子身上传承下去。他会替他领略这世间的一切美景，体验沙子摩擦皮肤时的触感，感受海水涌向脚尖时的温度。正如机器人首领所说，没有任何生命能战胜时间的无情，所有的生命仅仅是时间的一瞬，但生命总会找到一条出路。